一起来看精彩短剧《错与挚爱别》故事解说。苏家父母满心不甘地抱怨着眼下的婚事安排。同样是苏家的女儿，苏欣然能够嫁给身价万亿的顶级首富傅敬野，而他们的大女儿却要被迫嫁给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夫妻俩心急如焚，对着老祖苦苦哀求，希望能想出办法改变现状，不愿让自家宝贝女儿落入这样的命运。可老祖也满脸无奈，直言傅家与苏家的婚约早已定下，傅敬野迎娶苏婉堂的事情板上钉钉，自己也没有任何扭转的办法。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际，苏婉堂主动开口，坚决表示自己绝不接受这样的安排。他提出可以和妹妹苏欣然交换婚约，由自己代替妹妹嫁给失明的瞎子，让妹妹如愿成为傅家的首富夫人。苏婉堂的这番提议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震惊，妹妹苏欣然更是不敢置信地看向他，确认他所说的话是否属实。苏婉堂紧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要求顾家给出的10亿彩礼必须全部归自己所有。苏父听闻后立刻松了口气，连忙表态答应他的要求。在苏父看来，只要小女儿苏欣然能够顺利嫁入傅家，坐稳首富夫人的位置，10亿彩礼根本不值一提。为了安抚苏婉堂，也为了彰显自己对这个女儿的疼爱，苏父主动许诺，只要苏婉堂愿意替妹妹嫁入顾家，自己还会额外给她1个亿的陪嫁，坦言自己同样真心疼爱她这个女儿。苏婉堂平静接受了父亲的承诺，语气里带着一丝凉薄的谢意。一旁的苏欣然依旧满心疑惑，出声询问姐姐苏婉堂是否真的甘愿放弃深爱自己的顶级首富傅敬野，放弃人人艳羡的首富夫人身份，转而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瞎子。她再次确认苏婉堂不会为此后悔。面对妹妹的追问，苏婉堂的心底满是寒凉。她缓缓道出了自己不贪恋这段婚约，甘愿换婚的真正缘由。3年前，她的母亲刚刚离世，悲痛尚未消散，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将外面的情妇和私生女接回了家中。甚至狠心给苏婉堂灌下药物，将她送到张总的房间，妄图牺牲女儿的清白换取投资利益。过往的种种伤害，让苏婉堂彻底看透了所谓的亲情与父爱。苏婉堂回忆起，众人皆说深爱自己的傅敬野，当初也是突然出现在他的绝境之中，救下了深陷危机的他。傅敬野曾公开表态，自己与苏婉堂在商场偶遇，一见钟情，还当众放话，往后谁敢欺负苏婉堂，便是与整个傅氏集团为敌。不仅如此，傅敬野还曾为了保护苏婉堂，不惜舍身替她挡下致命的利刃，一举一动都尽显深情。可苏婉堂渐渐看清，这所有的深情守护，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她心中彻底释然，坚定地表示自己绝不后悔换婚的决定，同时严肃叮嘱苏欣然，两人婚礼前互换婚约的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苏欣然连忙点头答应，向姐姐保证自己会严守秘密。苏婉堂的脑海中不断浮现过往的片段，她曾经满心期许，以为傅敬野会是照亮自己灰暗人生的救赎。可她后来才知晓，傅敬野心中真正爱着的人，从来都是苏欣然。傅夫人这个看似尊贵的位置，不过是傅敬野为苏欣然撑起的挡箭牌。傅敬野早已暗中安排妥当，打算在顾家迎亲的半路派人抢亲，将苏欣然悄悄送往国外的私人庄园，等到傅家度过商业危机之后，再风风光光地迎娶苏欣然进门。知晓所有真相的苏婉堂心如死灰，她终于明白，自始至终自己都只是苏欣然的挡箭牌。傅敬也亲手为她编织了一场温柔的陷阱，在她彻底沦陷动心之后，再狠狠将她推入深渊。苏婉堂心中满是悲愤，她清楚地知道，傅敬也口中爱慕的苏欣然的善良与勇敢全是假象，真正被毁掉人生、毁掉家庭的人，从来都是自己。苏婉堂拿出母亲留给自己的唯一遗物，一条珍贵的手链。这条手链是他最后的念想，可苏欣然却肆意抢夺，还嚣张地让苏婉堂跪下来求他才肯归还。即便苏婉堂后来重新串好了手链，却在一次见义勇为的车祸中不慎遗失。接连的伤害让苏婉堂彻底清醒，他不愿再做苏欣然的挡箭牌，也不屑于傅敬野所谓的抢亲偏爱，索性成全两人，将众人眼中完美善良的苏欣然彻底送到傅敬野身边。画面辗转，傅家奶奶疑惑地询问傅敬野正在思索什么。傅敬野的思绪被打断，此刻的他依旧执着于守护苏欣然。危急时刻突发意外，有人朝着傅敬野发起攻击，苏欣然惊慌失措地呼救求救。而当年那场车祸之中，救下傅敬野性命的人，本就是苏婉堂。苏婉堂心中清楚，早在那场惨烈的车祸之后，过去满心爱慕傅敬野的自己就已经彻底死去。从那一刻起，他就暗暗告诉自己，所有有利于苏欣然、能护住苏欣然的事情，傅敬也都会义无反顾去做，就连迎娶自己，也不过是他保护苏欣然的权宜之计。
想通一切的苏婉堂心中只剩冰冷的嘲讽，认定傅静也对自己的所有温柔与深情全都是虚假的表演。傅静也全然不知真相，依旧对着苏婉堂流露思念，轻声诉说着自己的想念。看着假意深情的傅静也，苏婉堂心中已然没有了半分波澜。他决定配合这场虚假的感情游戏，陪着傅静也一直演下去。傅静也随即温柔提醒苏婉堂，次日两人需要一同前往试穿婚礼礼服，还特意叮嘱他带上苏欣然，因为苏欣然与他的婚礼定在同一天，一同试穿礼服会更加方便。苏婉堂平静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心底却彻底看清了所有暗藏的伏笔。过往的种种细节在苏婉堂脑海中一一浮现，让他彻底明白自己从来都不是傅静也的唯一。曾经情人节之际，傅静也随口说得知他喜欢蓝玫瑰，便贴心为他准备了花束。这份温柔曾让他一度心动，可后来他才知晓，傅静也熟知的所有他的喜好，记得的所有他爱吃的食物，通通都是苏欣然的喜好。旁人都能清晰看透真相，看着傅静也嘴上日日说着偏爱苏欣然，利用苏婉堂做挡箭牌，可每次苏婉堂遇到危险，他总是克制不住的满心慌张，第一时间奔赴而来。真正藏在心底的爱意，根本无法刻意掩饰。一次苏婉堂遭遇险情，傅静也火速赶到他身边，满心后怕，直言自己方才极度担心他出事。可苏婉堂早已心冷，只是淡然反问他，是不是怕自己出事之后，再也没人替苏欣然充当挡箭牌？傅静也察觉到苏婉堂情绪不对，连忙温柔询问是谁欺负了他，还告诉苏婉堂，若是有人惹他不快，尽管告知自己，任由他随意责罚。苏欣然见状，立刻柔弱出声，提起此前自己随口想要一条独一无二的项链，傅静也便亲手为他定制的事情，言语间满是炫耀。傅静也只是淡淡回应，称只是随手制作，只要他喜欢便好。可苏婉堂清楚记得，当时曾有下属询问傅静也为何非要亲手制作项链，甚至弄得双手布满伤痕。傅静也当时明确表示，因为那个人想要独一无二的礼物，只有自己亲手制作的物件才配得上对方的心意。直到此刻，他才彻底认清，傅静也口中珍视、用心奔赴的人，从来都不是自己。苏欣然顺势向苏婉堂提出请求，想要跟着他一同去试穿婚服。苏婉堂坦然应允，毕竟两人婚礼日期相同，一同试穿礼服确实更为便捷。次日，工作人员为苏婉堂和苏欣然送来傅静也提前准备好的2套婚服，其中一套是多位顶级设计师耗时3年精心打造的高定礼服，工艺精湛，极尽奢华。另一套则是新人设计师的普通作品。苏婉堂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了款式普通的第2套礼服。苏欣然见状，立刻装作满心愧疚的模样，连忙向苏婉堂道歉，谎称自己不知道姐姐也喜欢这套礼服，害怕被姐姐责罚，姿态柔弱又委屈。苏婉堂看着妹妹刻意表演的模样，内心毫无波澜，平静直言自己从未想过责罚她，言语间满是淡然。傅静也赶来之后，一眼就看到争执的两人，不问缘由便直接开口斥责苏婉堂，质问她为何总是欺负身为妹妹的苏欣然。苏婉堂满心疲惫又满心寒凉，反问傅静也，两人相恋3年，到底是谁一直在委屈谁，是谁一直在欺负谁？他的心里本该一清二楚。傅静也全然不顾苏婉堂的情绪，强硬要求苏婉堂将顶级高定婚服让给苏欣然，直言这套礼服并不适合她。苏婉堂最后一次确认傅静也的想法，在得到对方坚定的答复后，没有像以往一样争执吵闹，平静的答应让出礼服。苏欣然和傅静也都倍感意外，疑惑往日会大闹脾气的苏婉堂，如今竟如此轻易妥协，同时也暗自觉得，变得听话顺从的苏婉堂反倒更让人省心。更换礼服的过程中，苏婉堂的皮肤接触到真丝面料，立刻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手臂红肿发痒。傅静也见状，瞬间慌了神，连忙紧张询问她的状况。工作人员随即告知，苏婉堂是对真丝面料产生了过敏反应。傅静也得知后，立刻下令，从此以后傅宅之内绝对不允许再出现任何真丝材质的衣物。苏欣然连忙装作自责的模样，不停向苏婉堂道歉，坦言是自己的过错，不该让姐姐更换礼服。傅静也满心愧疚，连连向苏婉堂致歉，承诺1周后的婚礼一定会为她准备一套最完美、最适合她的婚服。可历经一次次伤害的苏婉堂早已彻底心死，只是冷淡地告知傅静也不会再有以后了。傅静也满心困惑，不明白苏婉堂为何突然说出这样的话。距离两人的婚礼仅剩1周时间，她满心期待着婚礼的到来，从未想过会有变故。与此同时，苏婉堂的心中已然做好了全部打算。她默默期盼着婚礼的到来，期待着彻底逃离这段充满欺骗与伤害的牢笼，从此独自爱自己，好好生活。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一场致命的危机突然降临。
有人蓄意行凶，手持利刃朝着苏欣然刺去。危急关头，傅静也再一次毫不犹豫地将苏婉堂推到身前，让他替苏欣然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刀。剧痛瞬间席卷苏婉堂全身，鲜血不断渗出，他倒在地上，意识逐渐模糊。傅静也看着倒地重伤的苏婉堂，瞬间乱了分寸，全然顾不上身边的苏欣然，大声嘶吼着呼叫救护车，慌乱不已地守在苏婉堂身边。苏婉堂在朦胧的意识中，满心嘲讽地看着失态的傅静也，缓缓开口质问他：既然从一开始就选择守护苏欣然，让自己替他挡下所有伤害，如今又何必故作慌张，假意担忧？苏婉堂重伤昏迷，整整沉睡了3天3夜。这3天里，傅静也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日夜不休。苏婉堂苏醒醒来后，苏欣然第一时间凑上前，装作乖巧懂事的模样，连连自责，坦言都是自己的过错，若是当时自己不在场，姐姐就不会遭遇这场灾祸。苏婉堂满心厌烦，冷冷出声让苏欣然闭嘴。傅静也看着苏醒的苏婉堂，眼底满是心疼与后怕，真挚地告诉她，自己宁愿当时挨刀受伤的人是自己。这3天看着他昏迷不醒，自己心中满是惶恐与不安。可这番深情的告白，只让苏婉堂觉得无比恶心。苏婉堂积压已久的情绪彻底爆发，对着傅静也厉声怒吼，斥责他口口声声说爱自己，可这份爱全是伤害与利用。他让傅静也立刻离开自己的病房，永远不要出现。傅静也还未反应过来，一旁安然无恙的苏欣然轻声呼唤他，瞬间牵动了傅静也的心思。傅静也立刻转头看向苏欣然，见他安然无事，瞬间松了口气，随即转头冷声斥责苏婉堂，指责他可以生气发泄，却不该迁怒伤害苏欣然，直言他的所作所为太过过分。看着傅静也偏心至极的模样，苏婉堂彻底释然。他平静地告诉傅静也，当初他出手救过自己一命，如今自己替苏欣然挡下致命一刀，一命换一命，两人之间的所有纠葛从此两清，再无瓜葛。病房外，路过的路人纷纷感慨命运不公，直言苏婉堂太过可怜，重伤昏迷多日，没有一个亲人前来探望关心。反观隔壁病房的苏欣然，仅仅是轻微磕破头皮，就有无数人前来看望探望。如今伤势痊愈，更是在花园举办舞会，热闹非凡。旁人的议论声传入苏婉堂耳中，让他深深体会到自己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思绪飘回过往，他也曾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小时候生日，母亲总会为他准备满满一桌爱吃的饭菜，温柔陪伴在侧。可后来父亲背叛家庭，在外养了情妇和私生女，亲手摧毁了他安稳幸福的生活，也夺走了母亲的性命。回忆起母亲离世前的场景，母亲满心委屈地质问父亲，自己辛苦操劳整个家，为何换来这样的背叛？担忧女儿苏婉堂往后无人庇护。年少的苏婉堂懵懂安慰母亲，直言不被爱的人才是第三者，让母亲安心。可最终母亲还是遗憾离世，只留下她孤身一人，受尽世间冷暖。过往的伤痛尽数涌上心头，苏婉堂心中暗暗期许，既然傅静也执着于苏欣然的温柔善良，那他便静静等待，等待傅静也彻底看清苏欣然虚伪面具，认清他真实面目的那一天。此时距离两人的婚礼仅剩3天，苏婉堂满心期待，期待着彻底逃离这片压抑的牢笼，从此好好善待自己。伤势尚未痊愈的苏婉堂独自来到婚纱店确认婚礼礼服，店内工作人员贴心询问为何没有人陪同接送，苏婉堂只是淡淡微笑，坦言自己可以独自完成所有事情，无需他人陪伴。距离婚礼仅剩2天，苏婉堂心中只剩解脱，满心期盼着这场虚假婚礼的落幕，迎来属于自己的自由。可麻烦接踵而至，苏婉堂刚走出婚纱店，就被几名陌生女子拦住去路。对方不分青红皂白，纷纷指责苏婉堂心肠歹毒，害得妹妹苏欣然昏迷受伤，毫无愧疚之心，扬言要替苏欣然好好教训她一顿。几人随即向前对苏婉堂动手，苏婉堂孤身一人，无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着无端的欺凌。混乱之中，苏婉堂看到了赶来的父亲，本以为父亲会出手护着自己，没想到父亲不仅没有心疼受伤的他，反而一味偏袒苏欣然。父亲冷声斥责苏婉堂，直言是他犯错在先，被人教训也是理所应当，算是给自己的教训，让他谨记过错，不可再犯。苏婉堂彻底心寒，他看着偏心至极的父亲，心中再无半分对亲情的期许。另一边，父亲也得知苏婉堂被人欺负，赶来之后不仅没有为他撑腰，反而依旧偏袒苏欣然，认为是苏婉堂此前伤害苏欣然在先，如今被欺负只是理所应当的惩罚。他温柔安抚苏欣然，转头轻声询问苏婉堂是否知晓自己的过错。苏婉堂疲惫点头，顺从地承认自己有错。
傅敬也见他态度顺从，语气也柔和下来，告知他明日便是两人的婚礼，自己特意为他准备了丰厚的新婚礼物。随后，工作人员上前一一展示傅敬也准备的礼物，有欧洲女皇曾经收藏的珍贵蓝钻项链，加勒比海的私人岛屿产权证书，还有多套市中心云端别墅房产。傅敬也温柔询问苏婉堂是否喜欢这份礼物。苏婉堂平静回应，同时告知傅敬也，自己也为明日的婚礼准备了一份专属大礼。傅敬也满心好奇，追问礼物究竟是什么。苏婉堂并未直接说明，只让他明日自行揭晓。傅敬也笑着坦言，十分期待这份神秘的礼物，希望能让自己永世难忘。婚礼当天清晨，傅敬也满心雀跃，彻夜未眠，满心欢喜，准备迎娶新娘。傅家奶奶在一旁打趣，傅敬也却认真解释，自己迎娶苏婉堂并非真心所爱，只是为了保护苏欣然的必要手段。他心中始终惦记着苏婉堂昨日所说的神秘礼物，满心好奇。与此同时，苏婉堂收拾好了自己的全部行李，吩咐下人将行李送往顾家。苏父不停催促苏婉堂，让她赶紧换上苏欣然的婚服，准时出嫁，生怕耽误了婚事，错失顾家的利益。苏欣然在一旁故作得意，轻声嘲讽苏婉堂，调侃她即将嫁给瞎子的下场。苏欣然十分自信地告诉苏婉堂，傅敬也心中真正喜欢的人一直是自己，之所以迟迟没有抛弃苏婉堂，只是碍于婚约情面。等到傅敬也发现最终迎娶的人是自己，必然会满心欢喜，毫无遗憾。苏婉堂懒得与他争辩，只是冷言警告，若是他再多说一句闲话，自己便立刻取消换婚的约定。苏欣然瞬间收敛了姿态，不敢再多言。很快，傅家和顾家的迎亲队伍双双抵达苏家大门，下人连忙催促苏婉堂戴好盖头，准备出嫁。傅敬也带着丰厚聘礼亲自上门接亲，对着苏父和苏欣然礼貌问候，态度温和有礼。旁人见状纷纷感慨，苏家两个女儿命运悬殊，一个嫁入顶级豪门成为首富夫人，一个却要嫁给失明的普通人，实在太过不公。傅敬也站在苏家门前，心底莫名涌上强烈的不安，总觉得自己即将彻底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心慌之感愈发强烈。另一边，顾家迎亲的管家上前礼貌说明，自家少爷眼疾行动不便，特意委派自己代为前来接亲。众人纷纷感慨，幸好苏欣然没有嫁入顾家，否则一生都会被耽误。傅敬也走进苏家院内，目光四处张望，搜寻着苏婉堂的身影，心中的不安愈发浓烈。直到婚车启动，傅敬也才猛然发现，车上的新娘根本不是苏婉堂。苏欣然主动开口呼喊傅敬也，傅敬也瞬间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苏婉堂所说的神秘大礼是什么。他又惊又怒，立刻下令让司机停车，疯狂追赶前方的婚车，想要拦下逃离的苏婉堂。傅敬也满心愤怒，无法理解苏婉堂的所作所为，大声质问他为何要逃婚，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笃定他绝对逃不出自己的掌控。可一切早已尘埃落定，苏婉堂早已乘坐另一辆车，彻底离开苏家，前往顾家。手下向傅敬也汇报了实情，傅敬也这才知晓，自己全程都被苏婉堂算计在内。他又惊又怒，同时满心疑惑，不明白苏婉堂为何能提前预知自己会半路抢亲，精准做好所有安排。就在傅敬也满心震怒之时，手下突然前来禀报，告知苏欣然突发昏迷。傅敬也瞬间慌了神，顾不上追赶苏婉堂，立刻转身赶回傅家查看苏欣然的情况。苏醒后的苏欣然故作柔弱，满脸愧疚地向傅敬也道歉，谎称换婚的事情全程都是苏婉堂胁迫自己，自己万般无奈，只能顺从。他泪眼婆娑地询问傅敬也，若是十分厌恶自己，自己可以立刻离开，绝不纠缠。傅敬也看着柔弱可怜的苏欣然，连忙出声安抚，想要告知他自己真正爱的人是他，可不知为何，心底的话却始终无法说出口。他只能反复安抚苏欣然，坦言自己从未讨厌过他。苏欣然紧接着假意疑惑，询问苏婉堂好好的首富夫人位置不坐，为何非要嫁给瞎子换取10亿彩礼？傅敬也心中原本全然不信，坚信苏婉堂绝非贪财势利之人。可当手下查证后告知，苏婉堂的账户确实入账了10亿巨款时，傅敬也的内心彻底动摇，心底对苏婉堂的最后一丝信任也彻底消散。傅家奶奶见状，连忙开口打断众人的谈话，以苏欣然需要休养为由，让众人先行离开。苏欣然趁机依偎在傅敬也身边，大胆表露自己的心意，坦言自己一直深爱傅敬也，愿意一直陪在他身边悉心照料。傅敬也满心动容，直言求之不得，坦言自己最大的心愿便是迎娶苏欣然。如今傅氏集团的危机已然解除，两人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得到想要的答复后，苏欣然满心欢喜，许诺自己一定会比苏婉堂更加深爱、更加珍惜傅敬也。
而傅敬野的心中已然彻底认定苏婉堂愚蠢又恶毒，为了区区10亿彩礼，抛弃顶级的豪门婚约，狠心逃离婚礼，辜负自己的真心，心中对苏婉堂只剩无尽的厌恶与不满。此后的日子里，傅敬野对苏欣然极尽宠溺，苏欣然看中的所有物品，傅敬野都会毫不犹豫全部买下。可即便日日陪伴在挚爱之人身边，傅敬野的心底依旧时常空缺，总会不受控制地想起远嫁顾家的苏婉堂，心底莫名涌上无尽的失落与茫然。一次意外事故中，傅敬野再度遭遇危险，被困险境。混乱之中，苏欣然只顾着自己逃生，全然不顾被困的傅敬野。绝境之中，傅敬野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当年车祸之中有人拼尽全力救下自己的模糊身影。获救之后的傅敬野终于得知了尘封多年的真相，当年在车祸中舍命救下自己性命的人根本不是苏欣然，而是他一直误解、伤害、推开的苏婉堂。真相大白的瞬间，傅敬野如遭雷击，彻底怔在原地。苏欣然见状，连忙慌乱辩解，谎称自己当年并非刻意抛下他，只是外出寻求救援，还露出一道假伤疤，谎称是当年救他留下的伤痕。单纯的傅敬野再次被他蒙骗，满心愧疚地向他道歉，心疼他当年所受的伤痛。往后的相处中，苏欣然的虚伪与笨拙渐渐暴露。他不懂术后休养的禁忌，公然给刚做完手术的傅敬野喂食辛辣食物，递上冰水，导致傅敬野伤口撕裂，需要重新缝合。身边的下人忍不住暗自感慨，若是细心体贴的苏婉堂还在，定然不会出现这样的疏漏。每次傅敬野受伤生病，都是苏婉堂悉心照料，事事周全。下人无意间提及苏婉堂的名字，立刻遭到傅敬野的厉声制止。他强硬下令，往后傅家上下绝不允许再提起苏婉堂半分，直言苏婉堂已然嫁入顾家，与傅家再无任何关联。即便嘴上刻意疏离，可傅敬野的心底依旧反复浮现苏婉堂的身影，满心皆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遗憾与怅然。傅家奶奶看着执迷不悟的孙子，满心无奈，出声点醒他，质问他到如今是否还认为苏婉堂只是他保护苏欣然的挡箭牌。可傅敬野依旧固执己见，直言若非苏婉堂离开，自己便无需亲自出面抵御危险，守护苏欣然，言语间依旧没有半分悔意。奶奶看着固执的他，只能无奈叹息，断言他日后必定会为今日的所作所为后悔终生。故事的最后，顾少爷偶然发现了苏婉堂珍藏的那条手链，满心疑惑地向苏婉堂询问手链的来历。而另一边，大婚的红毯之上，傅敬野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真心，抛下身边的苏欣然，不顾一切奔赴而去，满心满眼都只有那个被他亏欠、伤害至深的苏婉堂，拼尽全力想要挽回自己错失的挚爱。